结婚前，老公体贴入微，你不喜欢小孩子，咱们就不生了。结婚后，婆婆领着大着肚子的女人耀武扬威，你不能生，有的是女人给我儿子传宗接代。我则一脸惊讶地看向装聋作哑的老公，怎么，你的不孕不育治好了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领了个女人回来，两个人热络地在客厅聊天，吵得我头疼。我和婆婆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也对那个对我有莫名其妙的敌意的女人喜欢不起来，索性化了个妆出门玩去了。临出门还听到婆婆那嫌弃的声音，你看看，又画得跟个狐狸精似的跑出去了。等我晚上回家的时候，贾谊已经下班做好饭了，那个女人就坐在我平时吃饭的位置。我过去真心实意地问了句，你还不走呢？那女人还没说什么呢，我婆婆倒先急眼了，走？走哪去？我已经说好了，让婉婷先住在我们家了。贾谊闷头吃饭，不敢看我，笑着打哈哈，帮个忙吗？婆婆更不高兴了，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，怎么，我一个长辈还做不了这个家的主了？不是我说你，我儿子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，你倒好，成天就知道玩，连个饭都不会做，孩子也生不出来。我们婷婷可研究生，你好好学学吧你。赚钱养家，也不知道他对自己儿子哪里来的自信。我逛了一天的街，懒得听你们狗叫，恶心，吃不下去，你们随意。我起身就走。那个乔婉婷正给老太太拍背顺气，温声细语地说着好话。合着人家想抢的不只是我饭桌的那个位置啊。从乔婉婷来了之后，我的生活倒是有趣了很多，天天不用出门就能看一场又一场大戏。要么就是我推她了，要么就是我嘲讽她了，要么就是我骂婆婆就那么凑巧的被她听到，然后去婆婆面前告我的小黑状了，段位低的我都没眼看。不过她倒是执着，看来是想讨好老太太走捷径。就算每次在我这都落不到好，依旧天天往我面前凑，精神可嘉。我倚着她卧室的门框，看着她坐在床边哭得梨花带雨，婆婆在那温声哄着，床正中间湿了一大滩，连被子都湿漉漉的。正在我后悔看戏怎么能不拿把瓜子的时候，女主角开口了，嫂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呀，我可以走的，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？她红着眼，好不可怜。婆婆立马跳脚，她敢？也不看她配不配，她要是敢让你走，我立马让贾谊和她离婚。我撇嘴，离婚？我同意，你儿子都不能同意。床单湿了换一套呗，吵什么？非要让全小区都知道你20多岁的人了还尿床你就开心了？我语重心长地跟乔婉婷说，不是嫂子说你憋不住就去厕所吗？一这位，我皱着鼻子，一脸嫌弃地出门。碰巧在小区花园碰到了聚在一起聊天的大妈们，圆桌上还放着一盘瓜子。我乐呵呵地加入了会议，直到把瓜子嗑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等晚上贾谊回来，婆婆就跑到他面前告状去了，说我是妒妇，比不上乔婉婷一根头发丝。这次贾谊倒难得没有跑出去躲清静。妈，清朗不是那种人，你别总和他置气，当心身子。我在心里默默地想，虽然从来不对这个所谓的老公抱什么希望，但到底还没有那么差劲。结果第二天我就看到贾谊偷偷地给乔婉婷送了礼物。宋清朗就是性子直，你别和他一般计较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这礼物是我亲手挑的呢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贾哥送什么我都喜欢。
乔婉婷红着脸低下了头。很好，拳头硬了。贾谊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从大一就开始追求我，但我一直没怎么搭理过他。我这人讨厌一切会把我牵绊住的东西，比如结婚，比如小孩。我喜欢旅游，我一直就期待着大学毕业之后的宋清朗可以走遍世界。我还建了一个账号，成了一名旅游博主。结果刚走了一半，就让我妈一把给薅回来了。她老催着我结婚，盼着我可以尽快安定下来。我家虽谈不上多富贵，但也能让我买几处房产，过上收租子的躺平生活。后来我看到我妈背着我偷偷抹眼泪，到底是不忍心再让她一直挂念着了，选了当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贾谊，并且结婚之前就和他说好了，我不可能生孩子，他也信誓旦旦地说绝不逼我生小孩。没想到这才刚过了3年，他就管不住自己了。这几天贾谊腰也慢慢挺直了，说话也不畏畏缩缩了，明明瘦得跟个麻杆似的，小区也有电梯，愣是在乔婉婷崇拜的目光下，能扛着水桶吭哧吭哧上5楼了。我天天看着这么3个极品，多少是有些糟心。对贾谊谈不上喜欢，但也有这几年的情分在。再加上我现在也没有抓住多少证据，离了婚，我妈肯定会再给我找个李毅、王毅的，索性就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，去林氏找姐妹耍去了。疯玩了1周才回家，满满的好心情在看到我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柜的一瞬间荡然无存。本来笑得一脸荡漾的乔婉婷，在进门之后看到面无表情坐在沙发上的我，直接僵在了门口。婆婆在后面催：婷婷，你咋不进去啊？站在这干啥？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看着立马冷脸的婆婆，有些好笑。这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不过我上下打量在一边不吱声的乔婉婷，这不是你的衣服，你怎么能想穿就穿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乔婉婷鼻子一红，眼泪啪嗒就掉下来了。合着我衣服自己长腿跑到你身上了。我嗤笑一声，你偷穿我衣服，倒像是我欺负你了。这衣裳又不是男人，闻着骚味就自己过去了，下次婷婷表妹可要找点好借口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污言秽语，就是比不得我们研究生毕业的婷婷。婆婆冲过来想要推我，我侧身躲开。您老岁数大了，小心闪着腰。再说了，论骂人，我哪能跟您比呀？再看向一脸委屈的乔婉婷，咱家研究生不是说找工作吗？怎么，你的工作就是天天陪我婆婆逛逛菜市场？研究生当保姆，屈才了呀？还是你有别的什么想法？没兴趣再去听这俩货东拉西扯。我扒了乔婉婷的衣服回了娘家，自己穿是不可能的了，我嫌脏，但扔了又怪可惜，于是我发挥自己的手工小技能，把它改了改，给我家狗狗做了件小裙子，给它穿上之后拍照发了朋友圈，配文：丑人多作怪，还比不上我家宝贝1/1000好看。等我再回家的时候，迎接我的是贾谊的兴师问罪。你发那个朋友圈是什么意思？婷婷都难过了好几天了。贾谊皱着眉毛怪我。乔婉婷委屈地站在旁边，拽着贾谊的衣角，抽噎着开口：贾哥，你别怪嫂子了，她也不是有意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嫂子生气。得，天天都是这个戏码，你没眼烦我都看烦了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快和婷婷道歉。贾谊冷着脸：我不骂你，你难受是吧？原来这种情况下你会说话呀？那怎么之前就当缩头乌龟呢？我和你妈一吵架你就跑，属猪八戒的吧你？
我冷笑，我和小偷道歉。你脑袋和屁剧装反了吧？不然怎么一张嘴就放屁呢？嫂子，你再生气也不能这样说贾哥呀，你要骂就骂我好了，只要你能消气。乔婉婷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赞同。贾谊本来就被我的话堵得脸红，这下更红了，音量也加大了。你果然跟我妈说的一样，不识抬举。你现在立马跟我道歉，我还能考虑原谅你。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鄙夷地看着他，看来是这段时间天天有人捧你的臭脚，让你都忘了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了。你最好清醒清醒，再跟我讲话，不然有你后悔的。贾谊张了张嘴，最后却像是泄了气的气球，背又弯下去了，嗫嚅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开门出去了。不知乔婉婷出于什么心思，居然还挺开心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也跟着出去了。没过几天，我妹青雨给我发了几张照片，是巧笑嫣然的乔婉婷和一身暴发户气息的贾谊。姐，我看到姐夫在给一个女人买包，虽然我一开始是嫌麻烦，但实在是架不住这俩货太恶心人。况且我还可以拿这件事让我妈打消让我二婚的念头，一举两得。我想起来，前段时间青雨跟我讲，她认识了一个私家侦探，刚好我有需求，就让我妹妹帮忙搭个线，加了那个侦探的好友，然后默默祈祷他俩快出点新的幺蛾子。没想到前几天许的愿，这么快就实现了。我妹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，特好吃，非拉着我一起。我拗不过她，跟着她去了那家店，然后就看到了贾谊带着乔婉婷在聚餐。乔婉婷正小鸟依人地站在贾谊身边，周围围了好几个人。其中一人我认得，那是贾谊的主管。一个男同事笑着跟贾谊搭话：“这婉婷又漂亮又温柔，贾哥有福了，哈哈哈。”贾谊和乔婉婷也不反驳，相视一笑，倒真像一对璧人。碧池得璧。我调整好表情，提高音量吸引目光：“贾谊，你公司聚餐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”我忽略贾谊瞬间僵硬的表情和重新佝偻起来的背，乐呵呵地走过去，挽上他的胳膊，看向刚才说话的男人：“你好，我是贾谊的老婆。刚才听你说什么贾谊有福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”男人干笑两声：“那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贾哥。”憋了半天也没说出来。我也没难为他，转身叫住正想偷偷溜走的乔婉婷，惊讶开口：“婉婷，你怎么也在这？你不是说今天有约吗？”难道周围人探究的目光在我们三个人之间转来转去？乔婉婷故作镇定地反驳：“我是凑巧看到贾哥了，嫂子，是吗？”我皮笑肉不笑，那还真是有够巧的。我懒得继续和他们演，寻了个由头就先撤了。我妹举着手机给我看刚拍的视频，俩人头凑在一起，笑得像是刚抢完银行的贼。没想到今天的惊喜不止于此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婆婆正安慰着哭哭啼啼的乔婉婷：“婷婷别哭了，为了她不值当。”抬头看到我回来了，立马严厉起来：“还不快滚过来跟婷婷道歉！你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让她和我儿子丢面子！”我觉得好笑，我凭什么道歉？就凭婷婷她怀孕了，我快要有大孙子了。婆婆一脸得意，乔婉婷都忘了哭了，只害羞地低着头。怀孕？贾谊的病不治自愈了？医学奇迹啊！我在和贾谊结婚之前带他去做了一个全面体检，然后看着上面精索静脉曲张几个字，高兴地告诉他：“你很健康，啥病没有。”我才不信什么不要孩子也没关系这种鬼话呢，还是这个来的更有可信度一些。
所以不孕不育的贾谊怎么可能会让乔婉婷怀上孩子呢？我越想越可疑，要么就是乔婉婷为了撺掇我和贾谊离婚假怀孕，要么就是真怀了，找了贾谊当接盘侠。于是我便叫私家侦探帮我去查一下乔婉婷的过往。一查才发现，乔婉婷是贾谊老家邻居的女儿，也不是什么高材生，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，仗着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赚一些快钱，还被包养过。后来发现怀孕了，刚巧金主正和妻子闹得难堪，没工夫搭理他，碰巧撞见我婆婆，就想到了一个好拿捏的接盘侠——破折号贾谊。我翻着那些资料，想象着婆婆知道真相后恼羞成怒的样子，忍不住的想笑。但我并不想现在就说出来，且让我那婆婆先做一会抱孙子的梦吧。撕破脸之后，乔婉婷也不再收敛，天天摸着个肚子在我面前晃悠，跟我婆婆一起讨论说要把现在自己住的那间卧室改成婴儿房。嫂子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但我和贾哥是真心相爱的。乔婉婷又开始掉眼泪，明明我都没搭理她。我婆婆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跟她道歉干啥？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会气。”又冲着乔婉婷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还是我家婷婷有福气，我乖孙将来肯定跟他爸似的有出息。宋清朗，婆婆喊我：“你尽快和我儿子离婚，给我乖孙腾地。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，你也别动啥不该动的念头。”我气笑了：“你儿子买的？谁跟你说的？就你儿子那仨瓜俩枣，别说买房子了，你这孩子能不能养活都是个问题。你放屁！这房子就是我儿子的，你趁早滚蛋，别在这碍我的眼。”婆婆唾沫星子狂喷，我抱身冷笑着看她：“你儿子没和你说吗？这房子是我结婚之前就买好了的，我们也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离婚了，这房子和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要滚也是你们滚。”那俩人估计是找贾谊问话去了，他来找我的时候气急败坏的：“你为什么要告诉妈这房子是你的？多新鲜呐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合着你妈还真以为就凭你能养活起这一大家子呢？他们不清楚，你还没点数吗？”贾谊深呼吸了几下，软了态度，好声好气地劝我：“你不想生孩子，我不强迫你。但是现在婷婷怀了，总不能打掉吧？那可是一个小生命啊。”他见我没反应，继续说：“我保证，他生完孩子我就让他走，不和你离婚，孩子就给咱俩，怎么样？”我冷笑出声：“你是不是撕下了左边脸皮糊在右脸上了？一半没脸没皮，一半脸皮贼厚。你还真拿自己当快宝了。”贾谊脸红脖子粗，扔下一句：“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反正我不能扔下我儿子。”落荒而逃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消息提示音响了，是私家侦探发来的。我查到乔婉婷上一个金主进医院了，他偷吃又被老婆发现了，然后被打断了命根子。你儿子？谁孩子还不一定呢。这天，贾谊带着乔婉婷去做产检了，家里只有我和他妈。从上次我告诉他房子是我的之后，估计贾谊和他们说了什么，他俩安生了好一阵子，结果今天又飘了。我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厚脸皮呀？死活赖着我家小易，真不知道礼义廉耻。”婆婆撇着嘴：“是贾谊跪着求我不让我和他离婚的。”我淡定开口：“你胡说！”婆婆那两只三角眼一下子就瞪大了。还有，到底是谁不知廉耻啊？你一个长辈帮着外面的贱人破坏自己儿子的婚姻，你哪里来的老脸说别人？呸！你看看你像个做媳妇的样吗？
你连婷婷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人家可是高材生，行了行了。我打断他，耳朵都要起茧子了，什么狗屁高材生啊！你家婷婷连高中都差点没读完呢。不信你去问她要硕士学位证书，看看她给不给你。乔婉婷自然拿不出来什么学位证书，回来就面对婆婆的质问的她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婆婆气得抬手就要打她，被贾谊急忙给拦住了。贾谊着急的开口：“妈，打不得呀，婷婷她还怀着孩子呢。”乔婉婷反应也快，眼泪不要钱似的往下掉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，把已经显怀的肚子往前一顶，抽噎着说：“阿姨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骗你，你打我，我也没有一句怨言。可我，行吗？话都说不利索了。”她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我也是因为贾哥实在是太优秀了，我怕我不撒这个谎，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贾哥呀。一句话，把爱面子的贾谊哄的是更怜香惜玉了，一把将乔婉婷搂进怀里。妈，你看你把婷婷吓得。婆婆挫败地跺了跺脚，咬着牙道：“要不是看你还怀着我的大孙子，我今天铁定打死你这个贱种。”看戏看得开心的我听到她这一句话，回过神来，忘了还有这一茬。我联系那个私人侦探，告诉他找个机会把乔婉婷怀孕的消息告诉那个断了命根子的金主。一想到之后会发生的事，我就忍不住笑出声，哼着调调：“你的孙子，我的儿子，好像都一样。”我又和小区门口的大妈们凑一块了，听他们说各家的八卦，然后瞅准时机，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。大妈灵敏捕捉，问我这是怎么了。我继续叹气：“哎，还不是我家贾谊的那个表妹吗？她住在我家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才知道她那是和自己老公吵架了，离家出走呢。这不嘛，前2天说身体不适，去医院一检查，怀孕了。”我两手一拍，看着周围的大妈都在跟我情绪走财，继续开口：“你说她要天天住在我家也不是那么个事吗？更何况现在还怀孕了。其实她老公也在一直找她呢，她愣是不低头。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一直这么干耗着也不好。”大妈们都点头附和。我又抓了把瓜子，我婆婆老说我多管闲事，但我那妹子其实也想回家，就差个台阶了。她老公好像知道她在我这了，就是不知道我家具体住哪。我估摸着这2天可能就得上咱们小区来找人。大妈们很是热情，你婆婆没人情味，咱们可不一样。你放心吧，小宋，这人要是来了，我保准给你领家去。那我可就谢谢各位阿姨了。达到目的的我真心实意地笑着道谢。金主的效率真的是很快，可不得着急嘛，以为自己没有子孙福了，结果又被告知有一个还没出生的儿子，意外之喜咣当就砸脑袋上了。我已经提前在大妈们的聊天群里看到了消息，一听到有人敲门，我第一时间就冲过去开门了。门外是一个已经有些秃顶，但看上去很壮的中年男人，他身后站着4、5个跟我挤眉弄眼的老太太。我一乐，冲屋里喊：“婉婷，好像是来找你的。”乔婉婷一看到门口的男人，脸都白了，捂着肚子往后退。大妈们开始集体劝和，说既然都怀孕了，就别再闹小脾气了，快和老公回家吧。我婆婆一听急眼了，指着他们嗷嗷叫：“死老婆子们瞎说啥呢？婉婷怀的是我儿子的种，和这个男的有啥关系？再瞎叫我撕烂你们的嘴！”我捂嘴做惊讶状，颤巍巍的手指着他俩：“婉婷、贾谊，你们大妈们还有意外收获。”男人直接闯进屋，拉着乔婉婷的手就开始哭：“
婷婷啊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一定好好对你和孩子，这可是我唯一的孩子啊。大妈们也顺势走到我旁边，安慰伤心欲绝的我。我实在没有眼泪，只能假装捂着脸哭，从指缝里偷瞄那几个人的动作。乔婉婷死死拽着贾谊的胳膊：“贾哥，你相信我，这孩子真的是你的。”贾谊脸色很难看，但可能是乔婉婷平时把他夸得自信过头了。他非要拿自己竹竿一样的身子和男人硬碰硬，以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。男人本就因为身体的事烦躁，现在又看到贾谊这么不知死活，更生气了。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，准确地说是贾谊单方面被暴揍。婆婆在旁边急得直跳脚，想过去帮忙，也被男人顺手打了好几个耳光。贾谊打不过，开始转变思路，一口咬上男人的耳朵，男人吃痛，猛地一推，贾谊后背重重地撞在了桌角上，疼得面部扭曲，滑倒在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男人一看，也不管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了，一溜烟就跑了。我看着乱成一锅粥的众人，再次懊悔怎么手边没有瓜子。贾谊撞得很严重，下半生估计只能靠轮椅过活了。我不想在医院里听着婆婆在那鬼哭狼嚎，于是收拾了东西回了娘家，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妈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妈，女儿好难过呀，结婚好难啊，贾谊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抱着我妈干嚎，我爸在一边咳嗽，我装听不见，继续嚎。我妈也哭了，安慰我：“好宝，妈不知道你居然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是，贾谊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咱们离婚去。妈这次给你好好挑挑，肯定不能让我闺女再受委屈了。”我得白扯，在我妈家的生活要远比在自己家的时候舒坦多了。天天闲着也是闲着，我翻出之前的账号，发现上面还有10几万的粉丝。于是我就把这段时间的事情做了个总结，进行一些艺术加工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每天被恶婆婆搓磨，老公对我不管不顾，还拿我的钱养情人，让情人住到家里来恶心我的可怜形象。再加上之前拍的照片，一并发到了我的账号上，结果数据还不错，没我想的那么差。乔婉婷都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了：“宋清朗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发到网上？现在整个医院都知道了，你是要逼死我，看我一尸两命吗？如果你敢的话，我不拦着你。”我惬意地坐在床上撸狗。不过你放心，你都说了整个医院都知道了，那我肯定得去帮帮你们。我化了一个大学生请病假专用妆，乐呵呵地去了医院。一进病房门，我就听见婆婆在训乔婉婷，说她是个狐狸精，招惹不三不四的人，祸害她儿子。我收起笑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是难过，颤巍巍地开口：“妈，贾谊、婷婷。”同病房的人大概都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一见我来了，都开始窃窃私语。我装没听见，继续难过。我明明对这个家尽心尽力，贾谊工资低，整个家都靠我养着，我以为我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没想到妈你竟然撺掇贾谊拿我的钱去养小三，还怀了孕。婆婆急了：“你放屁！我花的都是我儿子的钱，你在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”我不理跳来跳去的他，直接把离婚协议拿了出来：“贾谊，都这样了，这日子我也不能再和你过下去了，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了吧。”贾谊自然是不乐意的，他知道离了婚他什么拿不到，房子更别说了。可我婆婆倒是积极，跟他离儿子。看热闹的病人声音也逐渐大了起来，
都在指责贾谊。贾谊爱面子，面对这么多指责的目光，又羞又恼，瞪着我。好，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抛弃我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签。他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。为了防止他倒打一耙，我回家之后就把贾谊贪了的前因后果作为后续发了出来。看着评论区满屏的渣男活该、渣男见女所死，再瞅瞅手里的离婚协议，舒心，太舒心了。现在就要给我的敌人做出最后一击了。我得提醒婆婆一件事啊，不然她不得一直被蒙在鼓里啊。我真是个大好人。没等我去找他们呢，乔婉婷倒是先找上我了。她在电话那边很是得意，我和贾哥领证了，恭喜恭喜！我毫无波澜。她继续嘚瑟，贾哥都告诉我们了，房子是他买的，不过是被你骗了才写了你的名字，贾哥还有很多存款呢。我知道你当时为什么那么说，不就是想让我退出吗？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，是不是很生气呀？我差点没笑出来，生气，气死我了都快。乔婉婷哼了一声，你生气也晚了，我不会让贾哥再和你有瓜葛的，你没机会了。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也懒得和他多说废话，直接收拾收拾去了我那个生活了3年的家。还好门锁还没换，我打开门进去，指挥着身后的几个保镖开始往外面扔东西。乔婉婷和婆婆急吼吼地出来拦我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该是乔婉婷和李慧芳了。你干什么？快离开我家，不然我要报警了！乔婉婷大声尖叫。报！这所房子在我名下，看看警方来了是抓我，还是抓私闯民宅的你们？我冷笑着看着他们。我已经给你们那么长的时间搬出去了，看来是人手不太够，你们现在还赖在这，我这不是过来帮帮你们吗？我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，拍拍乔婉婷的肩。一个保镖过来跟我说话，宋小姐，屋里那个男人一直大叫，你看该怎么办？他爱听八卦，听不到他着急，把他拖客厅来听。我笑眯眯地说，我真是善解人意。很快就有2个保镖把贾谊拖到了客厅，扔在了地板上。我啧了几声，把装有他体检报告的文件夹摔在了他脸上，转头看向恶狠狠瞪着我的李慧芳。慧芳啊，我和你说件事，你可千万撑住啊！你儿子呢，其实有精索静脉曲张，换句话说，我停了2秒才开口，他不孕不育。婆婆跳起来就想打我，被眼疾手快的保镖架住了，2条腿在空中使劲扑腾。你放屁！你生不出来孩子，在这污蔑我儿子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也不怪他急眼，我动静闹得大，门口早就聚集了很多人。但还好我之前跟小区八卦中心的大妈们聊得火热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没人上来拦我。我揉了揉被吵痛的耳朵，慢悠悠地继续说，那体检报告里都写着呢，做不了假。你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你那好儿媳怀的，到底是不是你的大乖孙？乔婉婷脸色发白，几乎跌倒在地。房子我3天后来收，你们先好好处理家务事吧。我才懒得看他们狗咬狗呢。完美解决了这些糟心事后，我妈对我结婚这件事也松口了，不再催我。我乐得逍遥，又开始跑出去到处旅游。在小区大妈的聊天群里，我知道了他们3人的近况。乔婉婷的孩子到底是被李慧芳逼迫着打了，还是在一个小医馆里打的？乔婉婷命都差点没了。刚好一点就被李慧芳指使着干这干那，还要出门赚钱，休息不了一点。贾谊也脾气越来越暴躁，贪了也不影响他打骂乔婉婷。一家3口挤在一个60平的小屋子里，
每天过得都水深火热的。后来乔婉婷跑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。李慧芳在路口骂了好久，最后只能认命，靠捡垃圾养活自己和儿子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我才不要再被这种事情绊住脚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享受各地的风土人情，认认真真生活。世界很大，阳光正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